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雾川县的龙潭古寨，这里呢是一个4A 级的这个古寨子。外面呢咱们就不说了，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寨子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说最古老的部分。那么龙潭古寨呢，它有700多年的建寨历史了，也被称为这个阁老之源，也就是最古老的阁老族居住的地方。里面应该有很多神秘的地方啊，我们带大家一起进去看一看。这里呢就是龙潭古寨的大朝门啊，这也是最古老的一个朝门，可能后来这个加固了啊，看起来呢就现代感比较足一点。但是它上面这些呢，应该是最古老的，好几百年了。那么龙潭古寨里面呢，它主要都是这个木质的建筑，包括一些三合头的这个木质建筑。有四合院，那么还有这种全部是石头砌的这种巷道啊，看起来这种古朴感十足，非常的漂亮。这边呢就是一个两边石墙砌起来的一个巷道啊，那么里面左边右边呢，他们都是有房子的，可能这个石头巷道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建造的这种讲究吧。那么今天就要来带你们看一看龙潭古寨建寨700年了，最古老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哇，确实不太一样哈。那么走到这个房子跟前呢，你看它的这个院墙啊，都是高高的垒起，看到没有？整个房子的这个周围啊，都是这样的高石墙啊，垒起来的。那我们走到这个墙边上，我们会看到这里有2个孔洞，大家注意看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墙啊，它目测呢有3米多高啊，3米多高，但是呢它可能以前有可能还不止这么高啊。像这些地方的话就垮了一些缺口，你像这个地方的话，它是向外眺望的一个孔洞。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周边的房子，所有的房子的这个围墙啊，它都没有这个围墙建得高，这个比较不一样哈，真的不一样哈。它这个最古老的房子还是不一样。这边呢是一道进寨子的门啊，这上面呢写有一些文字啊，你们可以看看。让我们进寨门来看看吧。哇，这就是阁老族最古老的房子，我们进来看一看。那么它这边呢有一个，刚才有一个眺望的一个孔洞，我们到这儿看一看它这个地方是怎么建造的。你看这个墙啊，它都是建的这个双墙，这个整个墙的厚度都是差不多1.5米到2米啊，所以非常非常的结实。这个地方你看，我们从外面看进来的时候，发现怎么这么单薄，但实际上它这个地方全部有附墙，只是这个地方呢留了一个孔洞啊，我们这人呢正好可以从这个孔洞呢向外进行观察。如果说外面有任何的一个风吹草动啊，有什么问题啊，都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往外看的。我感觉呢，可能在很多年以前土匪盛行的时代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它除了是一个眺望孔之外呢，它有可能还是一个射击孔。你看我们外墙看着就很高，它这个内墙的话就稍微矮一点。这个房子啊，就是龙潭古寨这边最古老的房子之一啊，也不能说它最古老，应该是之一。我感觉太牛了哈，几百年前就有这么好的工艺，特别牛叉。700年前是什么年代？哎，老人家吃饭没到？没有啊。哦，这里就是担保哈。这个是阁老族最古老的这个房子之一吗？啊。那你贵姓啊？姓申。姓申。那你是这个寨子的，就是这个寨子的后人吗？哦，我们就是主人。你们就是主人。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呀？几百年了，大概几百年？
台湾老板他是有7、8多年，7、8多年。看那个人有花纹，是有7、8多年。哦，说了700多年就是这个房子哈。我让你们呢？我啊，我正义呢。嗯，没来过啊？没来过，第一次啊。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吗？啊？你一个人在家吗？有孙子。哦，有孙子在家哈。你们是最早来这点的吗？就是你们家族的话。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祖祖辈辈都来这里，就是爷子都来这里。就是其他的房子的这个院墙啊，都没得那么高的，你这个房子那么高。过去有土肥的墙哦。哦，主要是防土肥哈。像外面那些空的话，主要是往外面看设计那些是吧？是站岗哦。过去一般人到就是站岗放射啊。直接有人在里面站岗。那时候你们的家族应该还挺强大哈。我们祖祖辈辈他是做朱砂生意啊，他就是做朱砂生意。那个东西是不是以前很值钱？啊，以前值钱啊。哦。解放了就是所以站岗放射也解放了都挺地主啊，这些没用后头过去噻。就是帮你们站岗的人后来都是地主。解放了都是地主的。刚才那个叔叔跟我们讲嘛，他们这个房子呢，就是有700多年了。那他是怎么确定有700多年呢？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哈。说是一个专门研究这种窗花雕花的人来看了这样的花纹呢，来确定的，可能有700多年了。我也不懂这个，反正这个房子呢，看去确实是非常古老。你们要想一下哈，700年前能够修这样的房子，那绝对是大家族。那么这个叔叔也讲了，那个时候啊，他们是做这个朱砂生意的，也就是祖上是做朱砂生意的，叫他们去当县长，他都不愿意去当，来做这个，一直要在这个家里做这个生意。你们可以想一下这个生意多赚钱，就是帮他们站岗啊，在这里放哨站岗的，就是晚上都不睡觉的啊，就在这个地方呢站岗防土匪。这些人后来都什么？站岗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地主，你可以想象一下多有钱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富豪。在700年前，很多人都还在住窑子、住山洞的情况下，你看他们就有了这么大的一个3合院、4合院的这个房子，太牛了，而且是2层的。700年前是什么概念，朋友们？元朝。元朝距今的话就是700年前。当然，这些院落、这些很多东西呢，可能是明清时期慢慢的加建的，但是它这里面呢，一定能够找到700年前，就是元朝时期的一些古老的东西。毕竟这个地方呢，被称作阁老之源，也就是说，最早的阁老族呢，它就起源于龙潭古寨这个地方。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遵义绥阳县的宽阔水自然保护区，我在这个山顶上啊，发现有一栋空置的房子，这个位置的环境是非常漂亮啊，带你们去看一下，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喜欢的。我说的房子呢，就在这个前面一点，而且是公路通到家门口。那么这个位置已经是偏山顶的位置了哈，因为我车呢已经是开到这个房屋门前去了。因为为什么要走下来呢？是走下来给你们看一下整个周围的这个环境，看一下。这个地方的海拔呢，已经是接近1300米的海拔。看一下这里的环境，然后我给你们看看啊，这个路边好多的草啊，稍微养一点牛和羊是非常爽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整个山顶上是没有人居住的，看一下，这个就算是山头了。看看我的整个四周，是不是没有比这里高的地方了，对吧？这个位置就是山顶的位置，然后就在这个岔口里面，竟然住有一户人家，你说神奇不？
我们来看一看啊，我车子已经停到这个门口了。你看一下，公路呢就通到这个山顶，然后翻山下另外的地方去。房子呢正好建在这个山顶一个垭口的一个位置啊。哎，懂的朋友们看一看，这个房子建的位置怎么样？你看一下，这边是山，这边是山啊，两个山头。然后这个房子的后边呢有一个平顶的一样的山，房子就在这里啊，看看。这个房子呢已经是很久没有人居住了，不知道之前是住的人还是办公的啊。这个电线，我看一下有没有电线。电线好像是现在已经不通电了。好几间房子啊，这个里边有些什么？哇，这里还有一个机器，难道这个是建来干什么的吗？看一下。哦，这个是一个公司的吧？应该是之前有人在这里办公的。我们看一下这里面，这里面已经是空空的了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已经是没有人在了。然后呢，它这个房子呢是外边也有一间像是客厅一样的，然后里边呢也是可以住人的。因为这种山里面的房子呢，我基本上不进去的啊，就走到门口瞧一瞧。然后这边是干什么呢？这边是一个偏房，应该是放一些杂物之类的。我们就在这里看一下啊，一间、两间、三间、四间，就它是3大间的一个房子，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偏房。那么这个总的面积呢，大概是100平米多一点哈，这个房子的这个面积。那么这个房前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坝字，对不对？然后过来呢就是公路啊，当然这个公路也基本上是很少有车过的。这个位置正好在山顶的位置哈，真的是空气清新啊。你看整个周边的话都是鸟语花香的这种感觉哈。这个包括房子上那些都是花，像那个山上有很多的这个野花呢都开了啊，听着这个鸟叫声啊，这个知了的叫声啊，叽叽喳喳的，是不是很舒服？看一下这个门口这一棵是一种中药材五倍子，好像没看到有结哈。然后我们再往这边来的话啊，这里就是这条公路，然后一直通向山那边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环境是相当的不错啊。哇，这里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奇特的景观啊，这里怎么来这么大一坨的这个石头啊？这个石头是不是有一些说法呀？看看，哇，神奇不？大家看一下这个石头神奇不？然后这个石头中间是有一个缝隙，这里竟然还长了一个竹子出来。这个石头怎么感觉像是一个飞来石一样的？朋友们啊，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好像什么地方飞来之后就矗立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感觉哈？真的是比较奇特。你看到这里就没有了，相当于这里是一大坨的一个石头。这个位置不错吧，朋友们？海拔是1300接近，所以整个环境非常好哈。这个位置呢，离最近的镇上呢只有10公里了，还是比较方便的。那么公路呢已经直接通到家门口，居住的位置呢正好在这个山垭口的位置啊，海拔在1300左右，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隐居和避暑的，特别爽的一个地方哈。你看现在是烈日当空照啊，我在这里就对着烈日跟大家讲呢，我也没有出汗，对不对？
所以说特别适合避暑。如果有喜欢的朋友，你们可以自己过来看一看哈。这个地方呢，我已经做好了定位哈。朋友们，你们喜欢这样的地方吗？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